我这做的很乱啊。罗昌平啊被判刑了7个月。这个消息啊，昨天在微博发的时候，我发现啊，微博上几乎没有人敢议论这件事情。我也理解啊，因为罗昌平是因为侮辱英烈罪被判了7个月。你敢讨论这事儿？你要讨论的话，搞不好你也就跟罗昌平一样进去了。这个侮辱英雄英烈罪啊，好像是2018年刑法增加了一个299条。也就是说，对那些侮辱英烈英雄的这些行为啊，最高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和拘役。这个法律可不得了。在我看来啊，这是寻衅滋事罪之后啊又一个口袋罪。如果说寻衅滋事罪针对的是行为，那么这个所谓的侮辱英雄英烈罪啊，就是针对的言论。你搞不好你就掉这个坑里。其实不光是这个罗昌平被判了7个月啊，你在网上搜一下，其实因为侮辱英雄英烈罪啊，他不是第一个进去的。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哥们儿去到新疆旅游，到了那个烈士陵园，他自己觉得好奇，在一个烈士的纪念碑前，不是那个墓碑前啊，他就摆姿势，摆了一个手枪的姿势对着那个烈士，被人举报之后立刻就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也是判了7年。还有一个人侮辱好像董存瑞吧还是谁，好像也被判了也是被判了7个月。刚才那个不是7年啊，是7个月，都是7个月。想想可怕。罗昌平说了一句什么呢？罗昌平就说了一句，就是抗美援朝期间那个冰雕连，就是长津湖那电影中间的冰雕连。他说这个事隔这么多久，难道就没有人来反思这场战争的正当性吗？什么什么还加了一个傻屌连，沙雕连。这个沙雕连当然是一句脏话的这个替代语啊。就是因为这么一句话，罗昌平呢当时被人举报，然后海南省的警方当时传唤他，他自己害怕了之后呢，删掉了帖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现在判了7个月的时间，估计这1-2天啊就可以放出来了。因为当时我看那个报道中间还写到，由于他主动投案自首，然后表达要赔偿了辽宁的一个什么纪念馆里头8万块钱，然后在这个报纸上公开道歉，这个从轻处理，判了7个月。也就是说，这已经算是网开一面了。如果要是重的话，他搞不好就是3年。为什么我刚才说的这个罪行啊，就这个罪，刑法增加的这个罪啊，是一个针对言论自由的口袋罪呢？这个其实罪行是非常荒谬的。首先啊，其实我们知道名誉啊，所谓的侮辱啊、侵害名誉啊，这是个人格权。人格权本身它是附着在生命权上的。一个人活着有人格权，死了就没了，这东西也不能继承。如果人格权可以继承的话，那我在现在说，我说刘邦是个小流氓，那所有姓刘的都可以起诉我。你想这是多可笑的事情啊，对吧？说人格权是不能继承的。我说刘邦是流氓，刘邦可以自己起诉我。如果他活着的话，他死了的话，这个人格权他就不存在了，不能继承。但我们现在的这个法律啊，给人感觉好像这人格权可以继承。前一段时间网上有一个人，说网上发了个言，侮辱了这个董存瑞。后来这媒体一报道之后，这个人也害怕了，去到董存瑞的一个后代那个地方去赔礼道歉，然后那个写了一个新闻，他的后代说啊，我原谅他，我原谅了这个人，年轻人。你原谅得着吗？董存瑞的人格权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就算你是他的孩子，就算你是他的外甥，就算你是他的孙子，真的孙子，你有什么权利继承董存瑞的人格权呢？所以人格权如果要是可以继承的话，那就乱套了。还有一点，这个罪本身当然也不是出于人格权继承的角度来说的啊，因为这是案子都是公诉案件，并不是那些英烈的后代去起诉的，它是基于所谓的公共利益。但公共利益就更牵强了。什么叫公共利益啊？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如果不诉诸于法律进行阻止的话，它会造成一场群体利益的受伤害。但是大家想一想，这件事情构成了公共利益吗？公共利益的外延可不能随便解释啊，随便扩大呀。比如说，我如果说雷锋是骗子，这件事侵害了公共利益吗？充其量只侵害了雷锋的人格权，对不对？但是雷锋本人他其实已经是去世了，他也不能主张自己的权利了。即便是他是个英雄啊，他也不能主张自己的权利了。那这怎么就能够侵害公共利益呢？这怎么解释呢？所以公共利益其实也是极其牵强的，解释不了的。更何况啊，这个法律可怕在哪儿呢？它其实没有什么可操作性，极其随意。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啊，我们现在通过了一个英烈保护法，但是英烈保护法你翻一下啊，那里面谁是英烈呀？就是英烈保护法，你就定一个保护的客体吧，对不对？那你首先要规定谁是英烈吧，但是你看那法律里头没规定，不知道谁是英烈。那这个解释就太随意了，对不对？我们看看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啊，那毛主席写的，自从1840年来，所有为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牺牲的人民都是英雄。那这些人都是英雄，都不能议论了，那还得了？比如说蒋介石就为了打这个日本帝国主义，其实也是奉献了自己的力量了，我们能议论吗？蒋介石属不属于中国的这个英烈保护法的保护范围啊？不知道啊，是吧？我看网上还有人说了，光绪皇帝是吧，跟那个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时候，他写宣战诏书，算不算英烈啊？那我们还能不能议论光绪皇帝了？我们说光绪皇帝后来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行吗？不知道。就是这个英烈保护法里没有保护的客体，我们不知道谁是英烈。再比如说，那林彪算不算英烈啊？那当年红军的名将，抗日战争期间跟日本人打的你死我活的，解放战争中间3大战役指挥了两场战役，是吧？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算不算英烈？但是后来叛逃了，对吧？那你能不能说他林彪叛逃前算英烈，叛逃后就不算英烈了？能这样说吗？法律之所以是法律，它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它不应该是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来决定一个人是不是应该有某种权利。不能说林彪叛逃前他就有这个人格权，林彪叛逃后就没有人格权了，不能这样。不能说林彪叛逃前是英烈，林彪叛逃后就不是英烈了，这也不行。说林彪叛逃前他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林彪叛逃后他的法律就不受法律保护了，这行吗？不行啊，对不对？这就不是法律了，这就是儿戏了，对吧？还有一个，就什么叫做侮辱英烈？比如说，就是拿长津湖中间这个冰雕连的例子来说，是吧？这个你说这个罗昌平，他说这个是傻屌连，你说他是侮辱英烈，没问题，对不对？这个确实是个脏话，咱们还就算你这有道理。但是假如我说这么一句话，我说冰雕连的领导是个混账，他置自己战士的生命于不顾，让他们活活冻死，这句话算侮辱英烈吗？不知道了，我也不知道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说这句话的目的是基于这么多战士的生命被白白的失去了，如果那个领导要考虑的周到一点，这些战士就不会死，这些年轻的生命就不会失去。但是我用了一个相对极端的表述方式，我说他的领导是个混账，这算不算侮辱英烈？不知道。我们罗昌平的这个判决书里啊，不光还说了这个傻屌连，还说罗昌平在他的微博里头发表了很多言论，其中都有讽刺英烈的那个内容，讽刺都不行啊。那我们还想说，那言论自由何在啊？对吧？因为这个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英雄多了，
那么如果连讽刺都不行的话，那我们还怎么来进行历史研究呢？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发现了这个长津湖这个战役中间啊，我们的某一个领导当时决策确实有问题，假如说啊，本该这个给战士发的冬装没发，我说的都是假设啊，结果导致了这批战士被冻死了。那我们把这个信息披露出来，说这个战士，说是个战士的领导是混蛋，犯不犯法呀？不知道啊，因为他的领导可能也是英烈啊。那到底是保护哪个英烈啊？是保护这个领导英烈呢，还是保护这战士是英烈啊？通通不知道啊。所以你就发现，如果这部法律要这么执行下去的话，是没有人再敢说话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罗长平这个案子发生之后啊，新浪微博包括其他的平台，你看没有人敢议论，谁敢议论呢？议论完之后一举报，你可能就直接进去了，太可怕了，是吧？所以我们说啊，言论自由啊，保护的是一种错误言论的权利。我们经常说，正确的言论其实不需要法律保护，还有人赞美你呢，还给你好处呢，对不对？但是言论自由，法律之所以称之为言论自由，保护的就是那些大家听起来比较刺耳，甚至不舒服，甚至令很多人不舒服这样一种言论。那么只有保护了这种看似错误的言论，我们每个人的言论自由才可以保障。那么就这个英烈保护法中间增加的这个侮辱英烈、侮辱英雄的这个条款，如果真的实行下去的话，言论自由就荡然无存了。就像我刚才说的，首先英烈的边界无边无界，你不知道谁是英烈；其次，你也不知道什么行为算是侮辱，算是诽谤，算是侵害，你都不清楚。比如说我举个再举个例子，草原英雄小姐妹，对不对？是英烈不？现在还活着呢，是英雄吧？但是那个时代写草原英雄小姐妹有很多情节都是虚构的。那如果我披露了当时那些虚构的事实，算不算侮辱英烈呢？不知道。包括雷锋也一样啊。雷锋最早的日记版本披露出来的时候，其实跟后来宣传的也不一致啊。那如果把雷锋具有普通人的那一面披露出来，算不算侮辱英烈呢？不知道啊。所以最后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一定是涉及到言论的范围内，大家都不敢说话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场景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套对。为什么？因为他把法律政治化了，他把法律意识形态化了。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这个我们小时候看电影，我们的一个武工队的队员到了地主家，他一抓起来说：“我代表中国人的利益，判处你的死刑。”啪一枪就把这地主打死了，对吧？我们小时候看电影经常看这情节，那是战争时代。但是进入到新中国以后，我们到文革期间，经常发现有一个什么罪行啊，叫反革命罪。这反革命罪啊，就是个口袋罪，只要看你不顺眼，在那个反革命犯上面打了一个大红叉，推出去枪毙了。因为反革命罪啊，这个内涵外延都可以无限解释，攻击伟大领袖是，不好好生产也是，对吧？开会不认真也是，通通可以把你列为反革命罪，或者是你武斗失败的那一方也是。后来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刑法规范了，把反革命罪取消了，变成了颠覆国家政权罪。那也就是说，只有那样的行为才可以称之为是犯罪行为，其他都不算了。但是现在呢，我们在走回头路，再开倒车。因为这个所谓的保护英烈和英雄的这个名誉，所谓的名誉，就是在开倒车。因为他把法律意识形态化了，他把法律政治化了。只要是看你不顺眼的，你可能就要被法律所制裁。大家想一想，英烈是不是一个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名词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期，我们看人是不是英烈，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赖宁，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说那是英雄，但是后来我们都觉得小孩不能随便上山上去救火呀，这行为不能随便宣传呢，看法发生变化了。
对不对？周永康没抓起来之前肯定算英烈啊，结果后来突然发现他阴谋反对党中央啊，就不算了，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我们用这个方式去治理社会的话，去构建法律的话，我们的法律就被政治化了，就被意识形态化了，这不就是像文革一样开倒车吗？那我们的言论自由还如何保护呢？当然了，可能在法律的制定者来看来，本来这部法律就不是维护言论自由的，就是要限制我们每个人的言论自由的，那我们就无话可说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明天接着聊。